在这场奇妙的氛围中，两人的距离悄然拉近，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，最终萧炎与吴雪相拥而吻，仿佛唯有此才能暂时忘却那肆虐的暖春的热气，找回一丝心灵的平静与发泄。然而火热的双唇只是让那热气在体内更加的狂躁，仿佛已经满足不了彼此，心跳越来越快。那道暖春之火在二人之间跳跃，像是在表达他们的情感以及神魂交融在一起，彻底吞噬彼此。在这股炙热的力量面前，萧炎与吴雪似乎已经无力反抗，只能任由暖春之火在他们的意识中燃烧扩大，将他们的理智与意识一点点的蚕食在这片白色迷雾中。萧炎和吴雪紧紧的相拥，任由心中的那团邪火将他们紧紧缠绕，无规则的动作在彼此之间游走着。在这片白色迷雾中，可以清晰的听到二人的喘息呻吟，那是彼此此刻内心的发泄与释放。时间滴答滴答的一秒秒过去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萧炎与吴雪两道身影此刻躺在一处空间中，萧炎与吴雪相依而卧，两人的呼吸平缓，仿佛在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吴雪的面颊上还残留着一抹红晕，娇羞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疲惫。萧炎弟弟，你……他微微张开嘴唇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萧炎则是轻轻地咳嗽了几声，他的目光有些飘忽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言辞。吴雪，虽然事发突然，但我会负起责任的。这个事情不否认，它确实发生了。你是我的女人。萧炎的话语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坚定和决心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尴尬，但更多的是对吴雪的认真和承诺。或许是听到了萧炎的这一番回答，吴雪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绚丽多彩，那容颜简直倾国倾城，犹如天女下凡，无比的绝美。任何男人见过他都是会流出那贪婪的眼神，没想到这次竟然与吴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，瞬间促使了萧炎与吴雪之间的那份感情修成正果，一步登顶。他们二人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了男女之事。当然这并不是他们自身主动，而是在无上心魂丹的副作用下，一股邪火蔓延至吴雪的全身，而恰巧萧炎在外面感受到吴雪那无比冰冷的身体，通过神魂进入到了吴雪的神魂识海之中。当萧炎进入吴雪的神魂识海中后，便是看到了一片白色的迷雾，只见迷雾之中有一道恍惚的身影。后来萧炎的身影也进入了迷雾之中，就看见吴雪愣在迷雾中的原地一动不动，便是有些担心的叫了他的名字，结果刚好被邪火弥漫全身的吴雪见到萧炎，心中的那份情感也是在邪火的簇拥下彻底的被释放了出来。从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阴差阳错之下，萧炎与吴雪也正式的确认了关系。在这片安静的空间里，萧炎和吴雪的心跳声渐渐同步，他们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均匀，他们似乎都沉浸在这份承诺带来的温暖中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平静和幸福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们停下了脚步，时间又是缓缓流逝而去。他们在黑色火莲花的空间中也不知道待了多久的时间。最后萧炎起身扶着伤势痊愈的吴雪，吴雪，既然你的伤势已经痊愈了，那么我们就出去吧，想必师傅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。萧炎的声音很轻，传入吴雪的耳中。好。吴雪也是幸福洋洋的点点头。这一刻他别提有多么的开心，萧炎乃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为其动情之人，如今也是成为了吴雪的第一个男人。望着眼前这位冰雪般的绝美吴雪，萧炎身为一个男人自然也是为之动容的。不过这一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男女之事，萧炎心中在幸福的同时也有些无奈。无奈的是日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那两位妻子雪儿、彩梨，该如何向他们交代呢？这也是一件非常头疼的问题。不过萧炎也没有多想，暂时先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，等日后再慢慢的与雪儿和彩铃解释解释吧。下一刻，萧炎和吴雪的身影如烟雾般消散于无形的空间之中。此时外面的丹神塔塔主站在原地，眉头紧锁，心中涌动着一丝焦虑。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朵黑色火莲花，仿佛能透过那黑色的火莲花瓣，通过迷雾见到他所期待的两道身影。突然两道细微却坚定的气息破风而来，丹神塔塔主的眼神一凝，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，绽放出一丝光芒。在一瞬间，萧炎和吴雪的身影如幻影般重新凝聚，显现在丹神塔塔主的眼前。丹神塔塔主的目光落在吴雪的身上，只见她容颜恢复了往日的光彩，身姿轻盈，宛如初绽的花朵，充满了生机。塔主的脸庞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释然的笑容。雪儿，你的伤势痊愈了。塔主的声音中带着惊喜，让师祖担心了，雪儿的伤势已经痊愈。吴雪立马恢复到了之前那俏皮动人的模样，在原地转了一个圈，一脸开心无比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刚刚师祖还担心你们，如今看到你们出来，我非常的开心。塔主说着，然后转向萧炎道：妍儿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真的做到了。自己的这位徒弟所展现的炼药天赋以及身怀多种神火，而且还真的控制住了诛心神火，
为他驱使，简直是难以相信。塔主的眼神中闪烁着赞赏的光芒，对于萧炎所展现出的高超丹术和天赋，他由衷的感到骄傲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萧炎肯定会登顶炼药界之巅。多谢师傅的赞赏，徒儿也会更加努力的。萧炎对着塔主拱手恭敬道：哈哈，言儿，你的天赋是我见过最超高的一人，还如此谦逊，果然不一般啊，不然诛心神火也不会被你收服了。塔主高兴地看着自己这位徒弟，自己都无法彻底将其收服的诛心，此刻被自己的徒弟收服，这只能说明萧炎太过逆天了。甚至塔主都隐隐觉得萧炎定有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就连他这位师傅都不曾知道的侥幸。不过师傅，这诛心神火本源这一次也是无意间被我收服了，不过我可以重新让他的本源存放丹神塔深处，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炼药师获得高超的炼药术。萧炎虽然那需要神火本源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修为，可是诛心本源对于丹神塔也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为了自己让师傅的丹神塔付出巨大的代价，那么萧炎也是做不到的。而丹神塔塔主则是摆摆手道：这倒是没什么关系，这诛心本源虽然很强大，对于整个丹神塔来说却是可以让很多炼药师获得对炼药术的升华，但是此诛心本源在塔中这么多年，我都未曾炼化它，足以说明我与他无缘，而你仅仅还只是天位神的实力，就能够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拿下了诛心本源，也就证明了你与诛心本源有着一定的缘分在里面。虽然这对丹神塔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也不会完全的沦陷，所以你不用太过于担心，毕竟为师是九品药神，赐福与他们一些丹道机缘也是有可不可。而且你主修火道，多种神火集于一身，神火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修炼资源，所以诛心本源你就好好收着，等日后有可以将其尝试炼化，说不定可以让你的实力得到大提升。丹神塔塔主也是打消了萧炎准备要将诛心本源归还给丹神塔的想法，他身为大道极限主神，他的眼界自然可以看出萧炎如今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毕竟又是自己最得意的徒弟，自己这位师傅也不可能将徒弟得到的东西再要回来吧。虽然说诛心本源可以有效的提升丹神塔众弟子的炼药术，从而使得丹神塔成为了神州之地的顶级超神势力之一，也是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，但是如今一位九品药神执掌丹神塔，对于诛心本源的缺陷自然也有办法弥补上来。如果只是赐予他们丹道机缘的话，或许比不上诛心本源这般来得快，但如果自己能够突破大道桎梏，领悟那大道之上规则，便可拥有一身大道更高级的造化之法，那么定是能够超越诛心本源所带来的升华。因为如果塔主成功成为一位造化主神，便是能够引动丹神塔内的规则，这道规则便是能够让无数炼药师对炼药术的极致造化，只要受到规则的改变，他们的炼药术将会是一个质的飞跃。这就是造化主神所赐予的造化规则，在这样的一个规则内，能够带动一个顶级超神势力的底蕴，也能够带动一个顶级种族的命运，这便是造化。当然塔主虽为大道极限，距离造化也就一步之遥，可想要跨越这一步，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上加难。除非此时丹神塔塔主也是有着自己的一道私心，望着萧炎微笑道：言儿，诛心本源你就收好，不要有所顾忌，就算没有诛心本源，为师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丹神塔成为更强大的炼药师圣地。闻言，萧炎的脑海中也是想到了什么，因为之前塔主就曾说过，如果炼制一枚那最高等级的无上神丹，便是可以让塔主如今的修为提高一定的机会，突破大道极限桎梏，迈入那可以引动规则造化之法的主神领域。如果让塔主成功的迈入造化神之领域，确实那样的大能可以超越诛心本源的力量，甚至彻底的弥补没有诛心本源的缺陷。师傅，难道是那一枚最高等级的无上神丹？萧炎便是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此时丹神塔塔主也是微微的一惊，没想到自己的这位徒弟竟然如此聪明，都想到了这一个方法，塔主也不置可否，旋即点点头说道：没错，为师在大道极限领域已经搁浅很久很久了，前几次也尝试突破大道桎梏，可我根本还无法捕捉到突破大道桎梏的一丝门槛，每次突破的时候仿佛自己进入了无法动弹的深潭中。经过那几次之后，我也发现了想要突破这样的大道极限桎梏，需要每一枚无上神丹最为根基，可促使为师的丹道分化大咒间，用自己的丹道去领悟，去引动大咒中的一丝规则，便可获造化之法。为师也知道，就算有这无上神丹，也没有100%的把握突破迈入造化神之领域，可我也想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万一说不定也成功了呢。闻言，萧炎对自己这位师傅的坚持之心感到十分的认可，一位大道极限主神都还在努力的往上爬，爬到更高处，登顶那从未达到过的高度，他还只是5重天位神巅峰，怕是要更加卖力的去努力，去坚持，去提升实力，这样才能够保护好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。况且再过几年，那诸神万界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也将会开启，届时就会有很多的神蛟汇聚一堂，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的强者也都会纷纷现世。万界争夺战也将会是他们极其惨烈的历练，只有坚持到最后的获胜者才
才能够成为万界圣子，获得大道机缘路，便是可提前领悟大道的演变之玄妙，甚至便可一举突破，成为半道神。除此之外，成为万界圣子的其中一位，更是可以与那位花仙子进行一次双修，而这双修过后，可以有机会领悟自己完整的大道，一举突破至大道主神的领域。当然这只是有机会，并不是100%，不管是突破半道神还是大道主神，都要看自己的天赋和机缘，这目前都只是未知数。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未知数，让无数神蛟和一些神秘强者都为之疯狂，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场万界圣子的开启，因为这就是他们这些天位神唯一一次以最快的速度领悟自身道义，凝聚道心，从而突破如今自身的极限桎梏。如果失败，那么他们想要突破桎梏，成为半道神或者大道主神，都是需要非常久远的时间领悟，甚至有些天位神天赋差的，都会永远搁浅在天位神领域，无缘触及那更玄妙的神之领域。